大家好，欢迎收看一点酷儿，这是一个由性神学社制作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曾经默默感受过，但又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我们好像总觉得，自己的身体是一个有点麻烦，甚至不太属灵的东西。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好好的拆解一下这个深植在教会 DNA 里的恐肉症。没错，我们就要从这个词开始。恐肉症，我知道这个词听起来可能有点学术，有点距离感，但它所描述的那种感觉，我相信你可能一点都不陌生。你可以回想一下哦，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走进教会，准备要敬拜的时候，你会不会下意识的坐得特别挺，好像要把自己所有的感官都收起来，努力让自己变得更纯粹、更属灵一点呢？你看，我们花很多时间学习怎么祷告、怎么读经，但好像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好好的跟自己的身体相处。其实这种对我们的身体、欲望，甚至是触觉所感到的不安和排斥，神学上就有个名字，叫做恐肉症。它不是一种医学上的病哦，而是一种深植在我们文化里的心理状态。它会让我们在潜意识里觉得，身体好像是比较低等的，是灵魂的累赘，甚至是我们想要亲近上帝的时候，一个需要被克服的障碍。但问题来了，这真的是我们信仰一开始的样子吗？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件很有趣的事，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回到信仰最原始的蓝图，看看圣经最一开始到底是怎么看待我们这个血肉之躯的。你可能会发现，答案跟你想的真的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在耶稣还有早期使徒他们所成长的那个古犹太文化里面，他们根本不觉得人是可以被切成灵魂和身体两块的哦。对他们来说，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差别哦。你不是拥有一个身体，你就是你的身体。你的喜怒哀乐、你的血肉、你的灵性，全部加起来，那才是完整的你。而且这份创造是被上帝亲自盖章认证的。创世纪里面说，当上帝创造了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之后，他看着这一切说的是什么？是甚好，英文是 very good。 所以你想想看，在这种观念底下，那些身体的经验，像是享受美食跟所爱的人拥抱这些通通都是上帝给的礼物，是让我们体验生命美好的方式，根本就不是什么羞耻的来源。好，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哇，如果一开始是这么的美好，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歪掉的呢？关键的转折点就发生在当基督信仰从犹太的小世界传到广大的希腊罗马文化圈的时候，他在那里遇到了一股非常强大的外来哲学思想。你看这两种想法根本是天差地远。左边是我们刚讲的希伯来式的整全观，但在右边是当时超级流行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式的二元论。这种思想很喜欢把世界切两半，一边是高贵的、永恒的、属灵的世界，另一边呢，则是低贱的、会坏掉的物质世界。然后惨了，我们的身体就不幸的被丢到后面那个比较差的分类里，甚至被看作是囚禁我们高贵灵魂的一个监狱。当然啦，当时的教会领袖也不是笨蛋，他们很努力的去对抗一些极端的思想，像是诺斯底主义。但是你知道这种灵魂比身体更高尚的想法，它就像空气里的病毒一样，防不胜防，就这样慢慢地渗透进了基督徒的集体潜意识里面，彻底改变了教会看待身体的眼光。如果说希腊哲学只是个病毒，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位神学家，他就是那个把这个病毒写进了整个教会作业系统里的那个人，他就是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绝对是一位神学天才，但因为他信主前有一些比较放纵的个人经历，所以他对性这件事充满了焦虑。好，他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认为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人类的意志就再也没办法100%的控制我们的身体了。他还举了一个让很多男性非常有感的例子，为什么身体会有不由自主的生理反应？他觉得这种身体的不听话，就是我们人类堕落的铁证。他把这个叫做 concupiscence， 翻成中文大概就是私欲。
所以最关键的一步来了，他认为原罪就是透过这种失控的性欲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哇，这个理论的影响可就大了，而且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从它之后，我们身体里那些自然的欲望、那些快感，就跟罪疚感这3个字紧紧地绑在一起了。性行为的意义被大大的缩减，好像只剩下生小孩这个功能，任何多出来的快乐都变得有点可疑。所以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是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在面对自己再正常不过的身体渴望时，心里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罪恶感。好，我们刚刚一路拆解下来，感觉好像有点绝望，对不对？好像我们就被困在这个长达2000年的恐肉症里了。但是别担心，解方是有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库尔神学是怎么从一个大家可能都没想过的角度，提出了一个超级强力的反击。库尔神学就丢出了一个可以说是王炸级别的问题哦。你想想看嘛，如果上帝真的那么讨厌我们的肉体，觉得它又低贱又是罪恶的温床，那他为什么要做一件最肉体的事情，也就是让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是取了一个会饿、会渴、会累、会流血的一个真实的肉身？这不就是我们信仰最核心的奥秘，道成肉身吗？所以就有一位很重要的神学家詹姆斯·纳顺，他大声疾呼：嘿，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身体神学，英文叫 Body Theology。 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但非常大胆。我们不应该再把身体看成是灵魂的敌人了，而是要重新看见它的神圣价值，要承认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上帝跟我们沟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那这个身体神学到底在说什么呢？很简单，首先，它告诉我们，我们的感觉、我们的触摸、我们的情感，通通都是上帝在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再来，它重新定义了性 （sexuality）， 它不只是指性行为而已，而是一种更广的渴望跟别人、跟世界，甚至跟上帝建立深刻连结的能量。更重要的是，它拥抱多样性。你想嘛，上帝创造了高矮胖瘦、各种功能、各种渴望的身体，那是不是代表每一种渴望着真诚的爱的身体，都是他创造的美好一部分，都值得我们去尊重呢？所以你看，这整个观念就180度大翻转了。最终极的结论就是这句话：身体从来都不是灵魂的监狱，恰恰相反，它是上帝选择要居住的圣殿。所以解构教会对身体的恐惧，真的不是要我们去放纵欲望，而是要我们所有人重新找回自己身体的尊严。所以最后，我想邀请你做一个小小的思想实验。下次当你走进教会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试试看，不要再刻意关掉你的感官，去感觉一下你的呼吸，去感受一下椅子的触感，甚至去感受你内心深处那份渴望被爱、被触碰的热情。不要再为这些感觉到羞耻了，因为上帝就在那里，就在你的身体里面。说真的，一个不敢拥抱身体的教会，又要怎么能够真正的去理解那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荣耀的肉身呢？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走到这里。关于身体跟信仰，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巨大也非常深刻的议题。如果今天的讨论有引发你的任何思考，或是有什么个人的经验跟挣扎，想要跟我们讨论的话，都非常欢迎你在下面留言。你的每一个想法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也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按个赞。你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下去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次见。